在上世纪60年代，京剧大师于占元在香港创办了一家戏剧学校。虽然规模很小，房间破败，条件简陋，但在于占元的严厉教导下，最终培养出了成龙、洪金宝等国际巨星。七小福戏班也成为了一段传奇佳话。1988年，导演罗启瑞将这段往事改编成了电影《七小福》。故事讲述了只有9岁的陈港生因家庭贫困没钱上学，所以母亲就将他送到戏剧学校，拜于占元为师学习京剧，并签下了10年的契约。学艺期间，衣食住行由于占元负责，演出赚到的银两也归他所有。另外，中途不准退学，如顽劣不服，打死无论。才到校的第一天，陈港生就被起了一个绰号叫大鼻子。之后，他和师兄弟们一起学习画脸谱、练戏白、练一字马、翻跟头等基本功。师傅于占元不苟言笑，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弟子们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斥责和处罚。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和提高弟子们的技艺，于占元每天都会带他们去戏院登台表演。孩子们虽认真演出，但因学艺未成，难免会有失手或偷懒。这天，扮演探子的小元彪在一个角落里犯困睡着，其他人也跟着起哄罢演，最后导致整场戏中断冷场。看着观众纷纷起坐，败兴离开，坐在台下的于占元气不打一处来，就处罚全体人不准吃晚饭。到了夜里，大师兄袁龙和陈港生就偷偷跑去隔壁裁缝家的屋顶上偷面包皮煮糖水吃。师傅发现后，用棍子狠狠地责罚他们，一边打一边说道：“要吃好东西就要唱好戏，吃面包皮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师傅是多么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然而世道艰难，随着电影的兴起，戏剧不免受到影响。于占元的同门师弟于占华就早早改行去了电影公司。不过苦练20年京剧的他却只能在片场跑跑龙套，运气好的时候被人踢两脚，运气不好的时候断上几根肋骨。然而无论生活如何艰辛，他每次来看望师兄都不忘给孩子们带上一些零食，还给他们零花钱。每次他和于占元去茶楼喝酒叙旧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趁机去外面玩耍，这是他们难得自由的开心时光。这天，孩子们跑到一所中学，当看见同龄孩子坐在课堂里接受正规教育的时候，大师兄的脸上充满了羡慕。是啊，要不是家庭贫困，又有哪个父母愿意把孩子送去学戏剧这种野狐禅呢？接着，自带优越感的学校正规军将他们这一伙野狐禅轰出了学校，还加以嘲笑和戏骂。忍无可忍的他们一拥而上，将正规军打得落荒而逃。晚上，隔壁的邻居就带着被打伤的孩子来向于占元兴师问罪。谁像你们那些走光头啊，从小到大没呀娘的教养。你说什么？我的学生我从小带大的，个个都这么乖，爹也是我，娘也是我，怎么样？我不跟你这种粗人吵。小明，我们走。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你这么缺的就是读书读的，就算你考上状元，脚趾头会写英文也没有用。杀人无力求人难，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运道好啊，你再没名啊！我的孩子读完书就做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再读懂的，才不像你那些小戏子一样，一辈子翻跟斗，永远没有出息。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的，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3年出过状元，10年才出过小生。哈哈，那群臭光头能做小生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于占元平时虽然对孩子们非常严苛，但在背后却充满了对这些孩子的疼爱与呵护。另外，于占元在训练讲道理的时候说的都是国语，不是粤语，这些都可见他的良苦用心。在除夕之夜，孩子们得到了一个在大剧院表演的机会，师傅选中了学艺最好的袁龙、陈港生、袁彪等7个人登台演出戏剧《七小福》。他们认真精彩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认可，总算没有辜负师傅的一番教导。由于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师傅就借此机会组建了七小福戏班。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技艺与日俱增，他们一起到梨园县艺参加各种演出。可到了70年代，香港逐渐洋化，人们更喜欢来自西方的魔术、艳舞、流行音乐，戏剧从无可替代变成了无人问津。因为戏院的生意一落千丈，七小福戏班被迫只能解散，众兄弟就一起去给电影公司跑龙套。而一直郁郁不能得志的于占华，此时仍然在给电影公司当替身，因为他年纪渐长，身手不灵活，所以遭到了解雇。
后来在他苦苦的哀求下，导演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次他用尽全力，拼着老命的去演好这个镜头，不料威亚意外断掉，导致他从高处摔落在地。此时他的精神已经完全混乱崩溃，竟然跑到狭窄危险的屋顶上唱起了长坂坡。最后和赶来救他的师兄又唱了一出《霸王别姬》。始终热爱京剧的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上台再唱一次戏。这次呢，总算是圆了他的心愿。很快因房子即将拆迁，入不敷出的于占元只能将学校关掉。临走前，他将所有弟子叫来跟前。一个人用40年的时间做同一样事情，那得有很大的耐心。爱到山穷水尽，鞋底也磨穿了。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不管成功失败，总算对得起自己。可是是否不知道，是不是对得起你们？第二天，弟子们依依不舍在码头为师傅送行，并将一把写有七小福的扇子送给他。他沉默良久，说了一句：“你们以后做人要争气，不要让人看扁了。”自此，师徒几人迈向了各自的人生。于占元去到美国后，仍然开馆教授京剧，于1997年逝世。而戚小福则在片场浮沉。多年后，他们总算没有辜负恩师的教导和期望。袁华、袁彪等人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武打演员和明星。大师兄袁龙则成为了叱咤影坛的洪金宝，陈港生更是成为了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香港金像奖设立至今，一共发出了20个最佳武术指导奖杯，其中有12个落在了戚小福手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动作指导至今有8届，其中光戚小福就拿了6次。可以说他们已经占了香港武指和中国功夫片的大半江山。像洪金宝更是成为了影坛中首屈一指的武术指导。成龙开创的杂耍功夫喜剧也走向了国际舞台。这些傲人的成绩有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刻苦，但归根结底还是小时候打下的深厚的戏剧功底。包括片中扮演师叔的林正英，自小就跟京剧大师粉菊花学习。李小龙在拍摄《龙争虎斗》的时候，宁可停拍也要等林正英来做动作指导。在所有的僵尸片中，敢问有谁的动作比林正英更精彩、更有范？所以戚小福或者林正英的成功都离不开传统戏剧的熏陶。他们继承的不过是戏剧艺术的冰山一角，但就算这样都够我们观众看几十年了。这些可见中国戏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再次致敬老一辈的艺术家，希望更多人能把他们的东西传承下去，发扬光大。